加沙战场两头转移，泽连斯基求援遭遇瓶颈，欧洲觉醒大力支持乌克兰。这里提一下，由于最近的战场消息太少，大兵把几天的消息综合到了一起聊。接下来咱们一个一个来看。12月13号，加沙地区的硝烟稍有减弱，但这并非人类的功劳，而是下起了大雨，这影响了作战双方的进度。当地人在经历过炮火的洗礼后，又经受了天灾的考验。在下雨的前一天，联合国第一次通过了不带有强制停火性质的协议，呼吁加沙地带的战事停火，但很明显双方都没有收手的意思。而且在同一天 IDF 也遭受了损失，100多名官兵牺牲了。可哈马斯也并不轻松，本来就要面对灌进隧道的海水，这下呢还要处理下雨带来的洪水，可见是雪上加霜。同时，联合国卫星中心参考卫星图像报道称，他们将2023年11月26号拍摄的加沙地带卫星图像和前几个月的图像进行了比较。分析发现，加沙有10049座建筑物被毁，其中8243座建筑物严重受损，19087座建筑物中度受损，结果表示有18%的建筑被摧毁，可见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啊！根据世卫组织报道，由于战争的延续，加沙地带至少有36.9万例传染病病例，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呼吸道感染。就像大兵前几天说的那样，空气污染让所有人都无法幸免于难，人类在自我毁灭的进度上真的是一刻都没有停过呀！在南部的汉尤尼斯，以色列军队发言人用阿拉伯语向汉尤尼斯的居民发表讲话，为了安全让他们撤离到法拉避难。以军继续围困汉尤尼斯，飞机轰炸多数集中在了市中心，但轰炸效率低下。美国人紧急调来了一批 F-35 的零件，大批量的提高了以色列 F-35 的整备率。看来接下来的日子，加沙地带要经受的轰炸只会更多。加沙北部的贾巴利亚已经被以军全面包围，哈马斯没有实力正面与以军对抗，只能跑到包围圈的外围打游击，不过效果显著啊！由于大雨的缘故，坦克部队明显缺乏了灵活性，这让哈马斯的偷袭成功率显著提高，以军的损失也大部分是这个原因。约旦河西岸在平静了几天之后呢，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反抗大潮，各个地方都出现了守军与居民的冲突，但上面这些战斗呢，已经都不是重点了。咱们看看以色列的北部，以军炮兵依然非常活跃，对黎巴嫩南部保持着覆盖式轰炸。明天两国就要过了48小时的谈判时限，虽然不知道结果会如何，但如果还是按照今天这个轰炸节奏，双方开打只是时间问题了。在红海海域，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封锁曼德海峡，一艘悬挂着挪威国旗的铀化学品船就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，但被法军多用途巡防舰格朗多克号击落。这给美国人提了个醒，红海的防守需要更多的关注，不然欧洲的船只都无法通过苏伊士运河了，而是要改道绕行了，那将是一个不必要的巨型消耗。总的来说，加沙地带的战争还是按部就班的进行，但以色列受到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，而且哈马斯无法取得正面战场的胜利，只能看他们能不能顶到舆论将以色列压垮了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去看看俄乌战场。这两天呢，不知道俄罗斯是不是收到了什么消息，突然加紧了对乌克兰的攻势，当然也非全部都加强的攻势。除了在12月13号，俄军在投入了 1.2 万士兵的消耗以及21个月的时间后，终于将顽强的乌克兰赶出了马林卡。在赫尔松和阿夫迪夫卡这两个方向，俄军也发起了猛攻。在赫尔松左岸，克林基方向是俄军组织进攻，乌军实施防守作战，双方炮火再次展开了炮弹交换。俄军从东西北3个方向向乌军阵地轰炸，但除了让乌军需要重新修理战壕以及吃土管堡以外，效果实在太差。无人机作战方面呢，两边的部队也是比赛的有来有回。不过呢，各位兄弟可以发现啊，无人机单个的投弹效率是远低于火炮，但最终的杀敌效果却强于火炮，这让大兵以为是科技的革新与新战斗方式带来的效果。在俄乌战争之初，人们以为会看到新世界战争场面，哪怕俄罗斯再穷，也应该打出海湾战争那种摧枯拉朽的场面。然而事实打脸了很多人，贫穷再一次限制了我们的想象。
俄罗斯由于经济原因无法维护老旧的战机，这让战争场面不进反退，所以在战争开始了一段时间后，兄弟们看到的就是一场仿佛一战时期的堑壕战，人数又一次成为了决胜的关键。大兵一度怀疑这怕不是21世纪大型吃鸡比赛，直到乌克兰开始大面积使用无人设备，比如无人机、无人艇等，这些无人设备呢几乎把战场逆转。轰炸机与火炮无法达到的效果，无人机可以精确轰炸、定点击杀，无人艇更是把俄军的黑海舰队给打出了黑海。而且相对于动辄几百万、上千万美元的坦克、飞机、战舰，无人机的价格只能用可怜来形容。也许这就是这场新世纪大战的新形势。好了，咱们说回战场，在双方相互交换炮弹和人员后，俄军向前前进了几十米，乌军依然坚守在阵地，等到明天战斗的到来。另一边呢，在阿夫迪夫卡方向，俄军又在多个地点发动了超过40次进攻。克拉米克东侧，俄军继续战术侦察，从诺沃巴赫穆提夫卡向克拉米克佯攻。斯捷波韦到焦化场区域，俄军也发起了冲锋，双方在此反复争夺，这里成为了主战场。而且双方在这里的攻防战完全退回到了一战的水平，连战车都很少，各种步兵冲锋。俄军从谢维讷也组织了进攻。俄乌战场的整条战线就属这里最热闹了。阿夫迪夫卡的包围圈还在一米一米的缩减，接下来估计俄军要把重兵放到这里。乌军打的还是一场时间战，希望他们能够坚持到最后吧。除了上面这2个战场，俄罗斯还用48N6导弹袭击了基辅。据防务主编称，袭击基辅的导弹射程超过了280公里，甚至超过了300公里，是 S-400综合体之前的主要导弹。这些导弹呢，在苏联时期就在生产了，而且俄罗斯还在生产，也就是说，俄军保守估计有几千枚这种导弹，这真的让乌克兰人是坐立难安。另外，泽连斯基总统飞到美国求援似乎并不顺利，美国人有1/3不愿意再向乌克兰支援，但拜登政府还是顶住了压力，签署了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的援助，同时向国会做了动员。与泽连斯基在美国被冷落不同的是，欧洲国家再次清醒地认识到了俄罗斯的威胁，持续地向乌克兰输血。12月12号，挪威政府声明，他们将向乌克兰捐赠更多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。这次捐赠价值3.35亿克朗，大约是3100万美元。而且挪威首相向基辅拨款8亿美元的财政和人道主义援助，并承诺明年提供支持。第二天，德国也向乌克兰移交了第2套爱国者防空系统。新交付的系统由8个发射器、1个火控站、雷达和至少60枚防空导弹组成。与此同时，德国政府希望明年拨款140亿欧元，用以满足乌克兰的需求。据《时代周刊》报道，其中8笔用于购买武器，6笔用于帮助在德国的乌克兰难民。此外，作为紧急情况的一部分，他们还可能会分配额外的资金。面对欧洲的支持，普京也没有坐以待毙，计划再动员17万俄罗斯人。但从俄罗斯国内的情况来看，这次动员的难度相当大。另外，俄国政府将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基利尔·布达诺夫列入了通缉名单，看来他们也意识到了情报的重要性。总的来说，乌克兰的抗战困难巨大，但是乌克兰人没有放弃，还在持续抵抗着侵略者。好了，今天的战报就到此结束，我是大兵，我们明日战报再见。